Hello， 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阿曼妙的姐夫。Insta360 Go 3已经推出几个月了，我自己用过一段时间，也觉得确实是个好东西。在之前很多期视频里都有用到，例如玩 VR 游戏时拍摄我自己、AR 眼镜的评测等等。你能想象这个拇指大小的东西竟然是一台 2K 相机吗？今天这支视频我会分享5个要买 Insta360 Go 3的理由，还有4个你不太想入手的原因。应该没有人觉得小小的那么可爱不喜欢吧？那我们正式开始吧。首先，第一个你会喜欢上 Go 3的原因，必须是超级迷你的体积，跟我的拇指差不多大小，带出外毫无负担，而且也不用怕中途电话响起影响拍摄。这个状态下 ，Go 3没有屏幕，有些人可能会心里没底有没有拍摄，或者想看构图也比较困难，所以3代可以把相机塞到这个拓展舱 Action Port 里，马上就能看到拍摄的画面了。而且不只是背面能看，把屏幕往上翻一下就可以成为自拍屏，非常的方便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把相机取走，只用屏幕做无线监控。我之前拍摄雷鸟 X2 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方法，很有效，而且比其他运动相机更轻，容易固定在拍摄支架上，用蓝定胶固定就好了。除此之外 ，Go 3相机本体因为不带屏幕，所以把它单独拿出来拍摄时非常耐照，这也是你会爱上它的第2个理由。下水当然是没问题的，我暑假时就试过带去海里和泳池拍摄。在水面、泳池底都能正常使用。如果在拍摄时先设定关的提示灯，可以把科技感降到最低，小孩拿来当玩具玩都可以。而且抛来抛去，甚至碰撞都没有出过问题。我就差没试过放到无人机上拍摄，就可以做到真正的海陆空制霸啦。不过拓展舱是不防水的，所以别把 Action Port 带下水咯。Insta360 为 Go 3出了不少配件，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姿势角度拍摄。例如包装里自带的磁吸项链，这是我最爱的一代拍摄利器。戴上3年后放到衣服内，然后 Go 3在外面一放，拍一声，相机就固定在胸口上，随时随地拍摄第一人称内容。或者可以用包装里另一个配件帽子夹，把 Go 3放进去后夹在帽子上，就能做到真正的头上长摄像机的人啦。Go 3跟拓展舱的底部是同一个磁吸加固定扣设计，所以其他额外发售的配件也能共用。例如这根自拍杆单独放相机可以用来拍摄一些非常狭窄的角度，放 Action Port 加相机的话就可以做一个自拍神器。单独放在桌上做三脚架拍摄延时也可以，拓展了非常多的玩法。这是我推荐的第3个理由，就是要留意2代和3代的设计，因为有改进，所以配件不能互相共用，记得不要买错哦。另外有一点我非常喜欢 Insta360 Go 系列的设计，就是自带一个自由拍摄模式，以整个相机传感器记录了画面，后期再由我们决定是导出竖屏或者横屏的视频，方便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。而且这种裁切是不会影响画面质量的。我自己是设置了最高规格1440p 50帧的视频，拍摄一些运动场景或者小朋友时特别丝滑。在后期可以选择超广角、广角、线性、窄视角，甚至自定义旋转画面都可以。软件可以修正一些画面畸变，让视频看起来更有冲击力，而且不一定在电脑上操作，用手机的 Insta360 App 也可以调整，非常方便的。这种灵活的前期拍摄、后期裁切的玩法，跟 Insta360 的全景相机理念上有点相似，也是我推荐的第4个理由。第5个推荐理由就是改善的散热啦。如果你有用过2代的相机，就知道相机拍摄15分钟左右就会过热自动关机，就算在水下拍摄也差不多。在 Insta360 Go 3上就把这个问题解决咯，重新设计了机身，留多一点散热空间，终于可以坚持超过15分钟了，也不会有自动关机的问题，能够连续拍摄40分钟左右，无论是拍摄视频还是延时都更适合。如果加上拓展舱的话，续航更可以增加到170分钟，拍摄一整天的 vlog 完全够用了。说完推荐理由，当然也有不推荐的原因啦。始终没有一款产品是完美的，合适自己的需求就是好产品啦。首先 Go 3是没有 4K 拍摄，最多是在普通录影时多了一个 2.7K 的选择，但是最高只能拍摄30帧，对于部分人来说可能会不太够用的。而且自由录影跟2代规格好像是一样的，如果本身有 Insta360 Go 2的话，或许会因为分辨率而少了一个升级的理由。第2个不推荐的原因就是烫手，虽然 Insta360 Go 3已经改善了散热，不会中途过热关机，但是该烫手的还是一样会烫手，拍摄中途摸一下机身表面还是会觉得有点热，不过正常使用下应该没有机会碰到相机，所以问题不算特别大。第3个不推荐的原因就是储存空间不够用了，我手上的版本是64GB，拍摄2天左右就几乎用完储
储存空间，想导出到电脑做后期，只能用 USB 线连接拓展仓，用龟速把拍摄档案存到硬盘里，不太方便的。如果你预算足够的话，个人建议直接上到128GB， 这方面真的别省了。第4个不推荐理由就是 Insta360 Studio 太不好用了。作为一个专门对接 Insta360 3G 的软件，同时集转档、换格式、剪辑、后期、预约声，但是技能点好像都集中在转档那边，剪辑方面非常的不好用。不能同时剪辑几段视频，要一段一段导出，再用其他剪辑软件，例如 Final Cut Pro 或者剪映做后期，便利性上等于0。转档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的，在 Mac 上还不支持外置 GPU 加速，只能用 CPU 慢慢的转档，等待的时间有时候会让我抓狂的。不过幸好手机版的 Insta360 App 在转档上会做得好一点，所以大部分休闲拍摄时我都是用手机转档算了，就是比较占用手机空间而已。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啦。总结一下 ，Insta360 Go 3在我看来是一台适合日常带出去拍摄的迷你设备，小小一个用上来没有负担，加上拓展仓更可以做成运动相机或者自拍相机，玩法上比2代丰富了很多，优点比缺点更亮眼。如果你还在观望的话，或者能看一下11月21日推出的 Insta360 新品，我看会用上 AI 技术，夜拍的画质比其他的运动相机更厉害，非常期待实际的表现哦。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如果有其他补充记得我会在下方评论区留言。喜欢这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和分享，支持一下姐夫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第一时间接受我的更新通知。姐夫在 B 站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哦。这里是茶玩 VR 以及余华之言和银河再算的 XR 爱好者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